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啊，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其余的部分啊，我们来给它收官。大家也看了，我这个已经把板卸了啊，是不是？把板卸了，卸了也就这样，是不是？也没什么影响啊，是不是？也没什么影响。主要是啊，为了画脸才裱的这个板，卸了以后还挺好看啊，是不是？也挺好看。一定注意啊，这个要注意自己的腰和自己的颈椎啊，注意腰。你老是那么窝着画，对这个腰和颈椎都不好啊。所以啊，我们要什么呢？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一定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身体是画画的本钱啊，你这腰肌劳损了，是不是？颈椎不疼啊，真的是拿不起笔啊，真的是拿不起笔。所以你看，我这画完了，我感觉啊，对这个影响不大了，那咱们就赶紧卸了板，我就可以转着画了，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画，对，我可以坐着画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金色。金色这里啊，我就稍微演示一下就行，因为什么呢？这个金色呀，它也不难啊，是不是？它就是从亮部往暗部倒染。我这个金色有两种啊，一种是我们自带的，金色多急的，金色是一个是我们自带的，另一个是我单买的啊，单买的这种金色啊，看这种金色，这种金色的话，它着色力稍微稀一点啊，这边的话需要自己调啊，浓度自己调，就是这个呀，这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厂家生产出来的金色啊，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所以啊，如果经常画佛画的同学，我这里更要说一句啊，说一件事情，什么呢？你们最好多买几个厂家的这个金色啊，多买几个厂家的金色，什么画唐卡的金色了啊，画这个普通颜料的金色了，都一样啊，都差不多，反正就这么一钱10块钱左右啊，顶多超不过20块钱去，是不是？啊，但是最贵的也是这种金色。什么叫最贵的呢？就是我们所有颜料里啊最贵的，这个调的中等浓度啊，中等偏浓一点的金色，不要调的太多。最贵的叫最贵的颜料叫金属颜料啊，金属颜料。金属颜料里面最贵的是什么呢？啊，就目前来指就是金粉，把金子磨成粉，调成胶，这是最贵的啊。水太少了，一点一点的加啊，一点点的加。像那种金属颜料的话，那你相当于往上画金子了，那真的是画金子了。你金子一颗多少钱？你看看市值啊，是不是按克买的？这都有点浓啊，这都有点浓，太浓了啊！要调出这种稀流糊状啊，调出稀流糊状啊，你好控制。太浓的话，容易把你这个线条啊遮盖住啊，遮盖住。太淡了的话啊，它这个遮盖力不行，你还得多画几次啊。所以啊，一般啊控制在2次左右。你看这种稀流糊状，就它能自然的流动起来就行了啊，自然流动起来。它本身这个金色颜料的胶啊就比较重啊，就什么意思呢？把这个金色颜料做出来以后啊，它里头的胶呀掺的要比其他的色粉啊要多得多啊，要多得多。感谢工业啊，感谢工业社会啊，感谢工业产品化工颜料，能让我们接触更多的画种。你要说要按过去的话，那肯定不行，你就得上金子，你做别的东西替代不了呀。所以啊，我们工笔画肯定还会怎么样？有更大的发展，它有一些材料上的这个限制啊，已经被现代的科技啊所打破了啊。好，我就简单的拿一片有代表性的来染一染就行啊，比如这一片。
这一片有代表性啊，有简单的，有复杂的。你看，你就顺着它的亮部，面积大的，你看你就给它大面积的晕染啊，里到边缘根部大概有1毫米到1.5毫米的时候，你给它晕染过去，拖到最里面去。什么是亮部？你看，只要是没染了的地方啊，但是涂的时候啊要小心，轻一点啊，轻一点。你就是涂的，我涂不上去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后期再提，及时的补充笔中的颜料。关键是找它的亮部，就是亮部。我们一开始染的时候是倒染，就正染，就是从暗部往亮部染。现在我们是倒着染，就是从暗部往亮部染。我再低一点。稍微斜一点吧，斜一点，我这个笔就没法下。每次蘸这个金色的时候，一定注意啊，搅起来，然后在这个碟子边缘啊，就是颜料碟的边缘啊，你再舔一舔啊，不要太多。但是蘸的时候一定要，你看留的也就是1毫米，我这笔都没法那个啥了，轻轻的。你看这个金色染完了以后啊，它跟没有染过的这个颜色质感啊不一样，是不是？那有些同学问老师，能不能一种金色染完用另一种啊？可以，这些都可以啊。颜料它你不要忘，金色你也可以和其他的颜料给它调在一起，这就自己多实验了啊，自己多实验，按照自己的喜欢和画面的需求。它没什么难的啊，没什么难的，就是从亮部往暗部。但是这个关键点在哪儿呢？在于你这个金色的调制，不能浓了，也不能过淡了。太浓了它不好晕染啊，然后颜色太重，容易把你这个暗部啊给它盖住。太淡了的话啊，你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啊，它不明显。所以啊，这个调金色啊，这个浓度掌握的很重要，其他的都还行。你像这里很深的地方怎么办？点中间，是不是？像点中间以后啊，看看这个还是有点模啊，这好。点到中间以后窄染嘛，给它轻轻边上点染，点一下，点。像这里找这个亮部，找到亮部给它往暗部给它，你就是过渡的不均匀啊，这都没关系。这个金色是最好染的，它标准是最低的，因为你这个染的即使不均匀啊，它这个也有这种金属的这种斑驳的质感，它金子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要注意了啊，这个金子它会慢慢的这个金色啊，你要经常观察这个碟子中
色碟中啊，你这个金色的浓度，它会一会儿慢慢的它会变浓，随着这个水分的蒸发了啊，是不是胶的这种沉淀了，颜色的这种时间固态的变化了，这样适当的加几滴水啊，一定要时刻观察，这就是一个经验了啊，这就是一个经验了。呼和老师只能告诉你们有这么个形式，你们要注意。注意到什么程度，你当地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就需要因地制宜啊，因地制宜，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还有我们画面最后的阶段，就是这个阶段完了以后，提染了以后收官阶段，它主要是用来干啥的呢？主要是调整。跟着什么调整？跟着泛画调整，跟着你自己的审美调整。局部的颜色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啊。这就是微调了啊，就是微调。你看现在我把这个地方，你看它染完，它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是不是这个金色？这是我们自带的这个金色啊。我们这个工笔专用颜料自带的金色，你看这个小的你也是啊，你看给它找到亮部。这个金色啊，你这个侧面逆着光看，它这个效果更好看，它就亮闪闪的。染的时候，同学们，你们千万别太心急，简单是简单，但是也不是平涂。你说老师我平涂行不行？其实啊，平涂问题也不大啊，但是就是这个质感啊，肯定和这种倒染啊有区别。尤其这种莲花里的这种莲花结构里头这种反瓣，你看它有正瓣有反瓣，我反瓣一直都没染它，是不是？反瓣都没染。为什么没染呢？我现在稍微来点明暗就行，我就染它的尖尖啊，根部交接的地方，我给它晕染一下。你看这就有了什么呢？就有了这个，你看本身是它压它，这里应该染一下，但是我没染。我现在通过提染把它稍微有点区别啊，这就是一种微妙的变化，变化很微妙，但是确实是怎么样有，对不对？有些变化啊，有些这个对比啊，就是应该变化微妙一些。你在这里很小范围内的给它进行摘染，比较尖啊，比较尖。把这一片染完，再把中间这个莲花座啊，我给染完，咱们这个金色就跳过去吧。像上节课佛手啊、金刚手啊，也用了金色，只不过金色相对来说用了两种颜色的金色。就不同金色啊，不同金色的应用，一种也行啊，一个淡一个浓也都可以，这个问题都不大啊。问题你看这就是反瓣了，这是里面的这个莲蓬外面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小结构，太窄了就点一点。你像这个是反瓣，反瓣这里亮部暗部稍微染一下，这些变化就是很精微的了啊。你这普通的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这个同学啊，这个普通的这种绘画的爱好者，你没有经过我们这个训练，你就不知道这种精微的变化。有些审美啊，你是必须通过专业训练才能提升起来。有些就是越往高的层次的审美，你必须通过，这就是个必须了，必须通过专业的学习啊，经过专业的学习，你才能感受得到。不是说是你这看几个画展啊，你就能知道其中的1、2、3了，那是
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啊，立志于这个成为这个，你就是啊审美高的，你就这个底层规律逻辑和应用感受啊是不一样。虽然艺术是相通的，但是你得走到一定程度，你才能通得起来。你都在入门阶段啊，都在入门阶段，你画画的你就感受不到舞蹈的啊，舞蹈高深的美啊，是不是？对，也感受不到这个歌曲这个高深的美，对不对？就觉得好听就行，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啊，艺术虽然是相通的，但是什么呢？这是高端的啊，高层次的。高层次的话，有些美啊，有些审美啊，确实是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的训练啊。工笔画啊，是最容易，不能说最容易学到一个高端的系列，就是最容易入门的啊，最容易入门的。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技术啊，前期是以技术为主，后期才是以什么呢？啊，还是以这个变化。当然，画到最后都是变化啊。写意画是什么呢？我经常说了，写意画就是以变化为主，那变化呢就是高深的了啊。所以学习是个过程啊，不是说一次到位的，你干啥都是个过程，对不对？你看现在可点一点，像这种很深的，中间点一下，你也不用染它啊，该点就点。这里描的到边缘也就是半毫米的距离。你像这种很窄的，就窄染，给它染到就慢慢的晕染到根部，它都没有关系。时刻观察啊，观察你这个金色的这个浓度的变化。你看，当涂到这个亮色的地方，你看它这个和暗色之间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应。这个颜色在亮色和暗色中间起到了一个衔接的作用啊，使它的这个金笔辉煌起来。最后这里画完要检查啊，有一些肯定会遗漏。遗漏是正常啊，咱们这个这么复杂的结构，一个一个给它倒染，哎，这就基本就染完了啊，基本就染完了。然后怎么样呢？放远，拿远，我们看看对比。染完了以后啊，一定要注意，要画它对比的，看对比啊，看了区别，有了区别，有了对比，有了比较，才知道程度啊，是不是？啊，这我基本啊，这种金色啊，我调到这个浓度，你看现在是这样的，你看溪流湖，它能转得起来啊，这种溪流湖，这个浓度的金色啊，染出来了以后啊，你看这个效果就非常漂亮啊，是不是啊？非常像贴了金箔一样，那种啊，一定要注意啊，咱们便宜有便宜的来法。你说老师我就要用金粉，那可以啊，可以，但是一般人金粉的那个颜料啊，它也不是染啊，知道吗？它是以勾为主，它染它受不了。你这花茶一笔下来好几百没了，是不是？没有好几百了，一笔下去好几十肯定是没了。好了，这个我就不一一演示了，好不好啊？就是按照刚才的规律，而且这也是旧知识，也不是什么新知识。对，你说单独老师我单独画，我前面没画，我先画这个可不可以？那你也可以，我也演示完了啊，是不是？你要实在不懂，你就翻回头把那个金刚手那幅画练一练。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课程啊，你跳着画也行啊，也可以。但是你要注意，跳着画有跳着画的本领啊，是不是基础？你把前面的画了，你后面我是复习
为什么我要经常画成设计稿子的时候要设计金色呢？复习啊，为什么这节课我要来一点莲花，下节课我就又要来一朵完整的莲花和荷叶呢？复习啊，这都是把前面的复习到后面再加深应用啊，加深应用，是不是？上节课它这个比较简单啊，这个金色的晕染比较简单，这节课金色就相对复杂多了。它都是一种啊学习嘛啊，我们搞教学的一定要注意课件的这种循序渐进的学习，是不是？重复啊，还有进一步的加深。好了，同学们，这个金色呀，我就到此为止。只要是黄色地方，全部用金色这样的涂，一遍不行就2遍，啊，一遍不行就2遍啊，几种颜色自己看，其实问题都不大啊，问题都不大。好了，接下来呢，我把这个在课外完成它啊，完成它了以后，我看这都20分钟了啊。我把它染完以后呀，然后我们接下来啊再染其他的这个局部。好吧，同学们，我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金色的部位啊，金色的部分，我就给它已经提染完了啊。一定注意，这里有个小珠子啊，这个中间这个小珠子咱们不涂啊，前期就是没涂。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调一个实色的实绿啊，实绿。我们用什么呢？头绿加草绿啊，头绿加草绿。我们来调一个稍微淡一点的啊，翠一点的这么个绿色，但是一定注意这个颜色要怎么样？要极淡啊，头绿加草绿。这个金色啊，我也一定注意慢一点，你不要平涂啊！一平涂的话，它这个金色你当时感觉啊，这个金色你当时感觉它不是那么深，但是你后来感觉啊，它就会覆盖力就比较强，1:1啊，大概就是个1:1。头绿比较绿啊，这个草绿比较黄，偏黄，有藤黄的这种。所以啊，这个金色啊，一定要倒染啊，你不要平涂。头绿加草绿，调出这种翠绿的感觉。啊，这种还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把它调到淡一点，多加水。头绿属于实色啊，属于实绿的一种。草绿属于花青加藤黄啊调出来的。水色，它实色和水色相交接啊，你看，就这个色就行，淡淡的啊，淡淡，你看搓一下就很淡。然后实色和水色相交接啊，实色属于显性基因啊，水色属于隐性基因，所以啊，它是具有什么呢？遮盖力的。我们来一定要注意，淡淡的把这个衣服啊，我们给它平涂。涂的时候注意了啊，每次蘸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比较搅起来。这时候的罩染啊，一般都是以实色为主啊，收官的阶段。边缘要整齐啊，边缘要很尖锐，该尖的甲要尖起来。涂的时候啊，尽量给它像这种啊，给它中锋性笔立起来啊。你不管怎么加，
不管怎么抓这个笔啊，一定要注意啊，要像这种呛着的啊，你就给它中和去。所以啊，我们画工笔画，它讲究用的是新一点的笔，它这个笔啊足够尖啊，足够尖，这些小细节我们能添得进去。但是这个颜色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淡啊，一定要淡，这个不要浓了，因为前期啊，我们这个前面一直染的时候都是比较淡的，都没有说用很浓的颜色去晕染，都是淡黑青蓝，是不是啊？淡的草绿都是淡的啊，你这个颜色不要把它染得很绿，淡淡的就行。一定要慎重，你要涂个1到2遍就行啊。我这1遍啊，一般我都是1遍，我调色是比较准的。你们慎重起来啊，就涂个什么呢？啊，涂个1到2遍，但是一定要注意要淡。然后涂色的时候注意这个边缘，卡这个筋骨，前期染的时候不一定特别的准啊，特别的整齐。现在我们就要给它稍微修一修啊，把边缘涂得非常整齐。它实色啊，显得就非常的什么呢？啊，非常的敦实啊，显得非常的敦实与厚重。整个色彩就是这样啊，显得非常敦实与厚重。你看一下跟这个浅色的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它边边上这个，你像这里，然后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个边缘啊，这里还没涂完呢。好，再把这儿涂了。我对这个西画啊了解的不是特别深啊，所以啊不清楚他们这画到高深处啊有没有这个实色、水色的这种概念。但是啊，我知道我们中国画从刚开始学习就要知道有实色有水色，要分清楚。啊，基础的这些西画我还稍微知道一点点啊，知道一点点，知道个皮毛啊，知道个皮毛。但是画到高深处啊，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
好，给它涂，然后把它涂到正叶啊，柳叶的正叶也是平涂，照一下颜色。这里稍稍给它虚一下，啊，让它翠了起来啊，是不是翠绿翠绿的？但是涂的边缘一定要注意了啊，整齐一些啊，你看。即使它们之间的过渡啊，对比啊不是特别强也没事啊，也没有关系。这里晕染过了。好啊，这个绿色啊就画完了。对，你看，你要是觉得颜色不足，你再淡淡的再给它画一下。然后我们再用3绿啊，3绿，没有3绿就4绿啊都行。想用3绿的话，没有怎么办？头绿加白色啊，头绿加白色，或者头绿加点4绿啊也能。我用3绿。这个3绿啊，我们分2个层次啊，2个层次，一个是淡一点啊，一个是浓一点。先找浓一点的，都用不了多少啊，就一点点都是。然后就是笔中的这点水，给它和开。这样呢，我们就，你看，就是笔中啊，给它倒点水，中等偏浓啊，中等偏浓，不要特别浓啊，我不太喜欢特别浓的颜色，像这样，中等偏浓的3绿，你看粗一下，把这个首先啊，把这个反叶的亮度，这个还是低一点的，到这里就低一点。反叶的亮部从亮往暗，给它倒一下，轻一点啊，给它倒到最边上去。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这样，面积大一点的，你可以颜色淡一点，没必要像我这么浓啊，可以淡的这种10绿啊3绿，然后一遍一遍的退着倒染啊，一遍一遍退着倒染，这样效果也行啊，这样效果也可以。这里从亮部往暗部倒染。梗的亮部，这个亮部，这边是两边亮啊，所以卡住两边，两边亮，中间暗啊，然后卡两边。像这里，两边亮，遮挡关系稍微来一点点。这个要注意啊，别画到手上。还是以乐为主啊，以乐为主。这个边上啊，给它边缘扫一下，有这么点层次感。
然后把它调的淡一点啊，把它调的淡一点，稍微加点水，调到中等偏淡的这个草3绿。稍微加点水，比这个刚才呢稍微淡这么1个度。我们把它这个边缘的这个线啊，我们给它平涂啊，注意遮挡关系。要倒染，染它的亮部。这叫什么？这叫同类色，是不是啊？同类色的晕染啊，一直都是，这是它的边缘，都是比较好看的啊，都是比较好看的。我们来加一点点同类色，把它这个边缘啊，边缘这个线啊，表达清楚，这里就不要有热挡关系。本身啊，下面这里本身它也没多少啊，没多少。然后它本身就是不是挨着的。你看，染它的亮部啊，从亮部啊往暗部给它倒染，就是厚重感比较弱的这些。颜色啊，尽量用什么呢？同类色，然后实色为主。你不能，要不然他们这个厚重度啊上不去啊，它对比度就显得很单薄，不好看。你看，稍微有点区别啊，但是怎么样，区别还不是特别大啊，特别大。然后我们再什么呢？啊，再调啊，接下来就很少了啊，越往后画啊，我们这个画起来都是小面积的啊，都不多，但是颜色的种类会很多，你们多准备一些盘子，哎，多准备一些盘子。我们来找一个头青，还是啊，调出淡淡的头青，把这个蓝色的衣服啊，我们给它照一下，这现在是水色，但是不要照它的这个边缘。也是一点点啊，头青也是一点点，调的淡一些，笔要小一点。你看，这个头青它的颗粒啊是比较重的。注意，这些都是实色啊，实色啊，这个照的时候一定注意谨慎。为什么呢？不要让它把你前期染的这些什么呢？染的这些明暗关系啊，给它遮盖掉。只能说有一定程度的弱化，尽量减少它这种弱化啊。你看，调出这种很淡的。很淡的这种啊头青，然后不要染它这个衣服的边缘啊，就是这个领口啊，不要染。其余的地方啊，我们就给它淡淡的照就行了，你也别倒染了，因为颜色足够啊，足够淡。
但是它什么呢？毕竟是实色，它还是有很强的遮盖力的。1到2遍啊，不是1遍，我建议更要淡一点，像这种啊。染的时候你们要慢一点啊，这个领口以上面不要染。它染完这个实色，跟这个每次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搅起来啊。染完实色以后啊，跟我们这个水色的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敦实感啦，它整个的润度啊，还有这个厚重感啊都不一样。你想啊，我们中国的美术发展已经2000多年了，中国人的这个智商啊，却没有像现在科技发展这么飞跃性。你2000多年前的孔子的学说啊，依然能指导着我们啊去前行，是不是啊？这就是说啥？智商没有质的飞跃。当时可能是就是聪明的人多了啊，但是你说上限啊，确实没有提升多少。所以说啊，人家2000年能遗留下来的这些理论啊，翻回头啊，2000多年理论下来能流传下来的理论，哪怕上百年的理论，都是经典。你看这个是染过一次的，这是没染的啊，两边你看明显的区别不一样，是不是？你看一下就不一样了，这个厚实一点。在这个视频上还不太明显啊，像在我这个画面上还是比较强的啊。咱们刚开始学这种画，一上来不要用那些拿材料堆，有的画画起来很简单，它难就难在于一个材料的掌握，比如在那个皮纸上，一张皮纸200多块钱，好家伙，赶上捐了啊，赶上捐了，对不对啊？不在皮纸上画，然后用都是那么敦煌土啊，是不是啊？矿物质颜料，那都是按克卖的，是不是？一上来就画，其实呢画造型啊什么染起来的难度不大啊。你把咱们这一套学会了以后啊，跟着画，然后再染那些就感觉就稍微就好上手多了啊，好上手多了。你别一上来就用那种啊材料非常稀罕的，那一般人确实是不画，知道吗？啊，一般人确实不画，不是说人画不了。人家就是个堆材料啊，很多程度上啊，你当然画的高手肯定不一样。初学者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那个，他就是材料往上堆啊，有的人家，所以啊，咱们话说到点到为止就行了。所以还是要有过硬的技巧啊，过硬的这种绘画技巧。你再换材料啊，再感受一下，拿钱再堆一堆。是不是啊？这个就 OK 了。你看我这个就那么一点点的头绿啊，头青，染出来以后啊，让它这个敦实感更强一些。我看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啊，这个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特别的啊，特别的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再涂一遍的话，我们就给它在亮的地方。在亮的地方啊，稍微点一下，像这个干了的地方，你看我就在亮的地方稍微的点一下，暗的地方不管了。这亮的地方，暗的地方本身就多啊，本身就多。这边亮的地方在哪？在这里。你看亮起来了，是不是？这个衣服，你看这个纸也开始抽抽了，刚卸完版还挺平，现在又抽抽了啊。
抽抽了就抽抽吧，反正后期啊，我这个还能裱，裱完了以后啊，我还能把它绷杆子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黄色的纸胶带我就特别喜欢，不伤皮。你像那浆糊啦、水胶带啦啊，它那些啊，这给裱了画以后，你就有些时候没法调整，是不是？你看这都是亮布的，看这多皮啊！这亮布的，它不多啊，亮布的东西啊，遮挡关系少的区域啊不多，旧笔尖啊，稍微的给它加强。你就别看这点儿啊，淡淡的来这么几下啊，它的变化就是啊，这个实色的变化是很剧烈的啊。好，然后啊，我们再调一个三青啊，头青调完了，调个三青，没有三青，头青加白色。我们把上面那个领子啊，我们给它提起来，但是这个三青啊，想提这个领子啊，就不要太淡了啊，太淡了的话，你这盖不过来啊，调个中等浓度。多了，这么一下就多了。你看我说收官阶段啊，三青。收官阶段就是颜色用的都很少，然后啊，它这个种类特别多啊，种类特别多。前期铺垫啊，前期我们画的时候种类特别少啊，它是你看啊，差不多中等浓度的都多了，我这啊，其实一小口就够。把它这给它倒染到根部去，轻轻的，这都是同类色。你看这色彩一下就起来了啊，一下就起来。像这里啊，你就太细的你没法染的啊，能染，不能染就淡色平涂。是不是啊？填小细节。过来的就没多少了，剩下的啊，你看。你看多少有点区别了啊，是不是？多少有点区别，区别也不要太大了啊，稍微区别一下啊就行了。区别太大不好看啊，区别太大不好看。本身就是一个啊小细节啊，你区别太大了就把它凸显出来啊，凸显出来了以后，反而会抢戏啊，反而会抢戏。好了，然后啊，我们这个。我看看还要染啥呢啊？基本就，哎呦，同学们，咱们基本就没了啊，就差白色了啊，终于可以
染白色啊，是不是啊？终于可以染白色了。染白色之前啊，这个比较浓的这个，我看这头绿、三绿、头青啊，一会儿还要用啊，一会儿还要用。我因为最后我要设计这个珠子，珠子还没设计，这些啊往下垂的珠子，哪个是红的，哪个是绿的，哪个是蓝的，这肯定都给最后上啊。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先染白色，珠子最后。白色其实染的时候啊也不多啊，也不多，分几个层次，分成浓色啊、中等偏浓啊、中等偏浓和什么呢？中等偏浓。注意了，我们白色分3种：第一，中等偏浓；第二，中等偏淡；第三，淡啊，3种白色。好，那肯定是从浓往淡了来染，对不对？所以调一个白色的底子。白色我们调出中等偏浓的白色了啊，中等偏浓的白色大家肯定也都不陌生了吧，好不好啊？还要看吗？来，胡和老师再给你们演示一下中等偏浓的白色怎么调。它就是把碟子放出来啊，然后我们挤出来一些啊，这就行了啊，这就行了。然后找一根小一点的笔。专门是白色的笔啊，专门是白色的笔，专门是白色的笔啊，它一般用的时候，它都里头有白色那个胶多嘛。如果你平时不仔细的给它算它肯定有胶残留，你要给它把它是什么呢？搅开啊，把它搅开。像这些笔啊，画的多的一定注意啊，2到3个月啊。保养一次，我这就得1个月保养一次，因为我每个月画的画还比较多的，尤其是赶上那种画那种，跟它一样多的水啊，一样多的水，画那种小品多，小品类啊，这个就普通的小品就更多。你看中等偏浓，也不要特别浓啊，特别浓的话啊反而不好看，太假了，太腻了啊，太假太腻了。然后我们来染什么呢？下面它绑着的这个飘带，从亮部啊，从亮部上来就是从亮部往暗部给它导染。低一点啊，很清楚，别晃啊。珠子你先别管它，你先把这个边缘啊，咱们先给它窄窄的。你看这里，水笔和这个色笔啊，都不要太湿，也不要太干，窄染。然后这里。你别看啊，它这些都需要，它都是，看从里面给它拖出来，及时啊把这个笔尖的残色在餐巾纸上给它蹭掉啊，然后让它自然的过渡，基本属于轻盈的染，但是要面积大一点。当然它遮挡关系我们得考虑啊，
啊。遮挡关系要考虑，不是平涂啊，而是倒染。你现在看的话啊，我这个白色感觉是全给它盖上去了，其实等它干了以后啊，它就怎么样了？它就变淡了啊，跟这个金色不一样。看，找到它的什么呢？找到它的遮挡关系，把遮挡关系表现清楚的，看，中间和中间给它融合在一起。你们仔细看我的动作，仔细观察啊。不会的时候就临摹啊，就模仿。这学技术啊，最快的就是模仿。学会模仿啊，你就怎么画都学什么都快啊，学什么都快。而且我们这是学啥都是模仿为主啊，没有从头，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凭空出来的，就是连创作它都是从模仿和改编慢慢的延伸出来。所以啊，训练这个创作力啊，它也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的。就是有一定的创作能力啊，有一定的创作能力，这是有方法的。你说把你训练成一个就是顶级的这种啊创作类的大师啊，好像啊没人敢这么保证。啊，慢慢的啊。注意遮挡关系啊，注意遮挡关系，多少要有一点啊，残色也要有一点。你看左边的我白色的给它啊倒染完了，你看它这个白色就起来了，但是它会干啊，干了以后你会发现没我们想象的中的你刚才染的那么白。这个染的时候注意了啊，正好修边，有些边缘不整齐的，我们就可以给它拿这个白色稍微的修一修，但是也只是稍微的啊，稍微的。白色能不能反复的染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染的次数过多啊。就是拿这个白色颜料啊，我说的是颜料。如果你已经染的很，拿这个白色的这个太白啊，我们就是这个太白，已经染的白不下去，还想白啊，染了好2、3遍了啊，不要超过3遍，还白不下去，说是还想白，那怎么办呢？你就要用到矿物质颜料，比如铬粉啊，铬粉也有分啊，便宜的贵的。对，你就用铬粉，铬粉前面还要摔它，调铬粉的时候啊，必须给它和上胶摔啊摔。我这个人啊就嫌麻烦，胡和老师就嫌麻烦，嫌麻烦就我一般用这个
普通颜料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就以这个方向为主啊，很少有用到这种矿物质颜料啊来冲场面的时候。因为我个人认为啊，你这对比度上不去啊，技术上不去，你才会用材料来冲嘛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技术不够，装备来凑。那装备呢，是不是矿物质颜料也属于装备的一种？还片面的啊，这个我这么说是片面的啊，你们不一定啊，不一定。当然，矿物质颜料有矿物质颜料的好，是不是啊？咱们不能人家那么多那个啥呢？咱们我就是嫌他麻烦啊，嫌他麻烦。他要给我和好了让我画，我也画的也挺高兴，是不是？你像最后这些提染的步骤啊，同学们，想用矿物质颜料的，你就现在可以用了。啊，中间白，四周浅，很窄的范围内给它进行摘染。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这个金色啊，你要有钱啊，金粉，好不好？金色的粉，把金子磨成粉末。然后给它染。然后这个石绿啊，头绿这也有矿物质颜色呀，超接近的调淡了，往上涂，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然后头青啊，也有这种矿物质颜色，找接近的啊涂，然后这个白色你就用铬粉嘛啊，白色就铬粉，调淡了或者调浓一点。但是注意了啊，如果用矿物质颜色的话，你涂完以后一定要固色啊，要不然拿到裱画那儿一裱，你这矿物质颜色啊，它本身啊，它这个遮盖力强，但是它附着力低。水色是遮盖力弱，附着力强啊，是不是？人家一刷水，因为裱画的师傅他要刷水的啊，表面刷平了，然后一裱。你不跟他说一刷水，你这矿物质颜料全被他刷掉了，一刷子下去几十没了。钱姑且不说，你是不是得重新画一遍？所以啊，焦反水固色，最后画完了，通通画完了啊，焦反水，拿上那个羊毛笔、羊毫笔，软软的，越软越好。来给它轻轻的一个小局部一个小局部的给它平涂啊，整体的平涂，越轻越好啊，能不受力尽量不受力。你看这些都是什么呢？小技巧啊，不是技术，那就是技巧。看这些小尖锐的地方，对，摘染那是技术。同学们来看一看，我左边和右边，你看这里干了啊，干了以后没你想象的那么，你看暗部没你想象的那么那个什么呢？那么暗吧，那么弱吧，是不是？对，注意啊，它刚白色的特征就是这样，你刚染的时候啊，感觉很深，它一会儿干了以后啊又白了。你想给它提白怎么办？后期淡的白色，你再给它加深啊，再给它捅一下啊，提染完了以后啊，浓的白色不够啊，你淡的再给它捅一下。 ，
也能提白。这里我要给它转过来。你看，给它直接拖到最深部，跳着染啊！你千万别挨着，万一你染过了就渗开了，是不是？跳着染。看，从根部直接给它推到这儿，及时的补充笔中的颜色啊，要不然它会变淡。就是笔中的颜色啊，你要是不补充啊，它真的会变淡。看，从里边往外拖啊，从最里面往外拖。提染啊，一定要注意，慎重再慎重啊！你看是不是提完了？哎，再扭，你们也跟着我转啊！扭到哪儿呢？扭到这儿，顺便把边缘修一修。注意手啊，注意手，别压在这上头。你看这个边缘就有些时候毛边，现在你就可以给它修得很整齐，大概染到这个一半。从它里面把这个颜色大面积的拖出来，再给它拖进去。这里一点点，一点点。这叫实色载染啊，实色载染啊，实色载染。这个得慎重一下，给它吹一下，因为我怕这个颜色窜到中间去啊，把两边染完了以后啊，窜到中间啊，哭都哭不出来。越到最后啊，越要谨慎啊！越到最后越要谨慎，你别到最后大大咧咧的啊！在这里，你不管它有没有遮挡关系，你先给它来一下，是不是？然后这里看修边了，边缘不够整齐的修啊，这个线条。这一半染完了啊，染完了再给它转回去。哎，同学们别嫌头晕啊，别嫌头晕。你现在这个框啊，一出错完了，BBQ 了，是不是？你还是保险起见啊。就这么一个白色的浓色的地方，你再不好好的给它精致的去染。
仔细看看我是怎么染的，我是平涂在哪儿啊？我是平涂到哪个位置？平涂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这个水笔啊，再教你们了啊，怎么去模仿。水笔是从哪里探进去的啊？从哪里探进去开始往出拖颜色的？怎么拖的啊？这个颜色，水笔是怎么形性的？对，这些细节啊，这些细节就是技巧，这就是一种学习方法啊。再结合上自己的行为习惯。好了，到这里为止，我们这个白色的啊，白色的区域就，同学们我就染完了啊，染完了。你看这个白色的比较浓的啊，我就染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调的稍微的淡一点，中等偏淡，这中等偏浓啊，中等偏浓，加水。比牛奶状稍微的稠那么一点点啊，稠那么一点点。你说老师跟牛奶状差不多行不？我觉得也可以啊。行了，就这么个色吧，就是比牛奶状稍微稠那么一点点。我们来干啥呢？当然是来染我们的这个金国了啊，是不是？金国它是有这个区域的啊。首先从这个方向。从它的亮部开始啊，你看，边缘修的整齐一点啊，边缘修的整齐一点。你这个纸它不是，我们这个纸是有底色的啊，我这个虽然用的是没有刷底色，但是我用的是这种仿古纸呀，是不是？对不对？一定注意每次蘸的时候啊，要给它怎么样呢？哎呦，我还是往高举吧啊，这个又没什么复杂的，是不是？这又没什么复杂的，往高举吧。你这镜头我老换它，你们就看个大致方向。我染的是哪儿啊？最亮的地方啊，你看这纸都开始抽上了，边缘卡的准确一点。然后给它晕染开，从里面啊大面积的拖出来。看有点这种变化啊，有点这种变化。像这里啊，绝对要找自己舒服的地方啊，舒服的纸啊。白色它染起来，想把它染的均匀一些啊，是比较困难的。啊，左边亮啊，右边到边缘逐渐的变淡。你看它这里有遮挡关系，慢慢的这个遮挡关系就给它进去啊，不用管了。像这里，是不是？你看有一定的白度了，这就一定注意，我们这个纸啊，它本身就是一个黄纸啊，是不是？黄纸，我一直没染过白啊，同学们想一想，是不是？一直没染过白。像这里啊，像这里，
从里面给它拖出来。大面积的拖拖到这里，你看它本身就有一个遮挡关系了，是不是？需要亮的地方提，那不亮的地方我们前期没有怎么给它画的它自然就是把底色，就是我们这个纸本身的底色，当成了暗部了，懂这个意思了吧？但是拖的时候要注意从里面宽染出来。你看笔尖的这个残色，我就可以给它往上抹一抹，是不是？哎，你看笔尖的残色。要学会把笔尖的残色给它往里点一点。这个边缘修的时候一定注意了准确一点。你看这里，残色逐渐的往里染。轻一点你看我这涂的快，但是胡老师我这我涂的是很轻的用劲非常的轻。先给它往上，残色稍微点点。看这里有遮挡关系，它翻卷过来的，是不是？然后紧接着动作一定要快这里还好是什么呢？这个颜色不重这个白色不是特别浓。要浓了的话就特别不好染尤其是白色。慢慢把我们这个大大的金国边缘注意整齐性，蘸颜色的时候一定注意了，搅起来。画到边缘一定注意了，怎么样？整齐一些像刀切过一样，不要毛毛糙糙的。这个还是比较难的我提前通知大家了提醒大家了。这个金果染的话还是比较难的，你不行就调的再淡一点，就跟牛奶状差不多，然后染上2遍，效果肯定。你看染的时候注意探到最里边去然后给它往里多探一探，给它大面积的拖过来，要不然呀它这个颜色就不容易均匀不容易均匀。像这里接近边缘这里，给它大面积的探进去拖染出来。像这里大面积的给它探过来，探到这个纸的边缘去这个手的边缘，能探就探你看它这个遮挡关系给它弱化一点点弱化一点点。这里的话就怎么样呢？就注意了这里的话从边缘往中间你再按照这个实际情况把这个白色给它怎么样窄窄的给它倒染。什么意思？就是离着手边缘很近大概也就是2毫米左右。我们给它大面积的进行你看这样来这样染了它2毫米左右给它染开。
左右啊，你可以稍微近一点，1.5毫米，也可以稍微远一点，2.5毫米，是不是？左右，你别一下差的1公分去。像这里，慢慢的你就发现啊，我们把这个手也抻出来了，对不对？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右边是染的，左边没有染的。好了，右上角哈，你看这边是染了，这边是没染，看到区别了没有，同学们啊？这干了以后的区别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是不是？这个我就给它翻过来了。这是啊，干了嘛，干了就可以上了。一定要学会转指啊，一定要学会转指。在我们初学的时候啊，学到刚开始学习啊，一定要注意画画要怎么样，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是我的老师啊跟我说的，在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他也说的，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你刚开始画的时候，你不要考虑高深的技巧，你就考虑怎么样更舒服的、更准确的把我这个画画出来，你就要考虑这个就行。你说考虑什么什么什么八面出风了、气韵生动了什么的啊，轮不着你现在考虑了。等你先学会熟练的掌握毛笔的变化，勾吞他然点啊，这些基础技法啊，了然于胸的时候，你再考虑这些有的没的。阶段性啊，一定注意阶段性。你不要刚开始啊，就是练的广场舞，你刚开始呢，基本舞都不会呢，你还想玩那花儿啊？是不是？就这意思。你看这里啊，这里的话就需要稍微近一点，因为什么呢？这边的金国，我们前期啊就已经给它染过黄色了，所以这里啊不要染，就是平涂，不要管它的遮挡关系啊，给它提白就行了啊。然后这里再稍微的掌握一下，你看染到这里，它和头发之间的关系啊，也是1毫米左右，像这里。剩下的这个珠子不要考虑啊，珠子不要考虑，你就给它这么涂。然后脸这里1毫米到2毫米之间吧，这里也是晕染开啊，大面积的晕染开。像这个耳环这里就不要考虑了，就在它的边上。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珠子啊，先给它涂白了，后期再盖来得及。你看这里需要染，右边这个和耳环之间啊，和这个项链之间啊，它这个关系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你就以平涂为主。行，这里给它补一下。哎，这里才需要染捏啊，这里才需要。
你看着现在啊，再把这中间的小面积的再涂一下。你看着现在白啊，一会儿就看这里给它平涂。哎呦，吓我一跳！看这里，对，后面就是金箔啊，白色的。什么意思？就是不一定你和这个后面这个金箔有发生遮挡关系，是不是啊？这里衬出来，这后面和衣服之间肯定有，和这耳朵之间啊不一定啊，不一定。或者说即使有啊，我平涂了以后，我这个效果啊也是能保证底啊，也是能保证底。然后紧接着就是这里了啊，这里我得转过来，我觉得这样舒服。染这个边缘啊，一定注意，即使你这个白的不是特别浓，但是也要给胡和老师注意了。尽量准确啊，尽量准确，及时补充。你们看我涂的快，你们不要这么快啊，你们稍微慢一点。好，边缘1公分处，给它啊大面积的给它倒染过去，残色往里。有一些涂错的地方啊，给它修修边。好，然后我们这个浓度的白色呀，啊，涂到这里呢，好，我们这个就接近尾声了。对，没听错，是接近尾声了。为什么呢？头光啊，头光的边缘大概1公分左右吧，啊，1公分左右。好啊，大面积的给它往过拖，边缘加亮。注意1公分啊，1公分左右，细一点也行，宽一点也可以。但是晕染的时候一定注意，从里面给它大面积的拖出来，然后逐渐过渡没有啊，过渡成清水。1公分多宽呢？啊，拿格尺去看一看去啊，就1厘米啊，1公分就是1厘米。有些同学就笑话我，你说老师你连1厘米你都要说，有些同学他真的就他弄不清楚嘛啊，他都蒙住了，他不是说弄不清楚，他就蒙住了啊，就妖魔着来。所以我说你们要拿着格尺放在边上，是不是？有些时候我画画的时候啊，我教你们的时候，我就说大概多宽啊，都是以这种
标准啊，有这个标准的。我们的网络学习啊，它就是要有一固定的标准。就比如我们那个胶反水，它就是个标准，就按照我那个配啊，我按照那个标准我来给你们解决问题。你非要买啊，那买的和我的浓度不一样啊，你让我怎么教你？是不是？你看是这里，就是左边啊，注意啊，就是左边，右边不那个什么啊，右边不涂，一定注意了啊，就是左边，右边不涂，因为右边它不是边缘啊，它没有到边缘的。你现在看着白啊，其实啊并不白啊，其实并不白。我们给它吹干了，这就你看这画着画着纸又抽抽了，是不是？索性啊也差不多。关键是什么呢？不要有这种白色的笔痕。你看，它感觉是有一点啊，但是并不明显啊，感觉有一点并不明显。所以注意了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白啊，没想象那么白。还是这个啊，我们把这个花头啊，给它提亮一些，暗部提亮。什么意思啊？有些同学不理解啊，就是这些。这不是白色吗？啊，暗部嘛，提亮一下。使得它的对比更强一些，像这里。你这个淡色啊上来以后啊，会使得它的对比啊更加的强一些，同时啊，会增加它的什么呢？啊，增加它的立体感。你刚只显示的是比较重的啊，比较重的，但是后期啊，我老还真告诉你，提染完了以后啊，它这个没你想象的那么啊，那么明显啊，没你想象那么明显。你像这里正叶啊，大面积的倒染，不要特别的浓啊。你看这几个正叶，大面积的倒染，就是你染的面积大一点，离它的暗部啊，大概也就是半毫米的距离，然后给它拖到最里面去，是不是？然后外部的你就是找到它的暗部这边，啊，这边你看给它局部的啊提亮一下，这个是中间。就这么一小撮啊，一小撮。
加强它的对比啊，并且把它的暗部啊给它变得嫩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用淡一点的啊，你看，它这个亮度就不一样。你看这两个，你看这两个一样的花，一个是提了，一个是没提啊，是不是？它亮度完全不一样，像边缘这里。它就是把白的地方啊、亮的地方、浅的地方、该暗的、该亮的地方给它亮一下，该红的地方保持不变，甚至我们一会儿啊，最后啊，给它用稍微浓一点的这个曙红啊，甚至是胭脂啊，给它在这个尖端小面积的啊，给它稍微加强一下，使得它对比加强啊，看情况也都要看情况，不一定啊。为什么不一定呢？还要看整体的这种效果。你不能啊，眼睛啊、脸啊的这个主角的对比度啊，你把它抢了啊，也不要超过这个眼睛啊、脸啊。你就是画着，你要注意了，这个重点在哪儿啊？注意力，你远远的一看是哪儿最吸引你，你别最后画的这种配饰比这个脸好看。就像我看了很多这个唐卡啊，都画出来以后，周围要这了那了的，那东西也多，一看很乱啊！你一幅画一看很乱，乱七八糟的，或者都是很华丽的，没有主次关系，那就那种我觉得啊，这个不是说不对啊，而是说我们工笔画这套，我觉得就不太对啊，是不是？所以啊，你看，不是我不能画下去，而是说我该不该画下去的问题。好了，还是这个啊，稍微中等偏淡的这个白色啊，我这里好干了，再来一遍，这个就减小面积了啊，减小到半公分。从它的一半啊，一半给它往出拖，轻一点啊，轻一点，一节一节的拖出来。对，从这个涂的色的一半啊，给它轻轻的、小面积的给它拖出来。好，这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然后注意了啊，最后呢，再把这个颜色我们调淡，加水，调成这种比牛奶状稍微再淡一点点的啊，稍微再加点水。我们来把这个五官中啊稍微需要提亮的地方，我们给它提亮一点点，加强对比，像这里。面积要大啊，给它从里面拖出来。往下走，然后鼻梁这里。拖的时候注意，一定要面积大啊！
大面积的给它涂出来。你看这个纸啊，不是那么特别平了。这里你看边缘这里，一次不行两次，但是不要太白了啊，要让它这个眼白色啊，我们这个白色给它融到这个颜色里，所以一定要淡。然后面积拖的时候啊，一定要大。像这个边缘。是不是啊？然后这边眼袋下方融进去，结构眼睛珠子里边这些白的地方。点一点啊，像这个人中这里啊，这里边上它比较亮的地方啊，稍微的点一下，根本就不用，其实不用染也行。看看把它这个边缘啊，给它稍微提亮。还有这个嘴唇的上方啊，这就有点现代画法了，现代工笔的这种画法。嘴唇的上方啊，我们给它提亮一点，贴着嘴唇的上边缘。增加它的这个嘴的这种撅度啊，撅起来一点。这些都是很微妙的变化啊，但是在脸上的话啊，这种变化虽然微妙，但是它非常的显眼啊，非常的明啊，非常的这种提神啊，就这么一点点啊，它就很提神。像这样，像这里，你看我染都不是大面积的啊，都是小面积的。你看全部都是啊，像这里和耳朵交接的地方，和这边的交接的地方，好，稍微来一点。对不对？耳朵这里稍微来一点，不来都可以啊，但是耳朵和这个什么呢？耳朵和这个耳环之间交接的地方，哎，这里给它小面积的勾一下。加强对比啊，加强对比，像这里局部加，你不要全部都加啊，局部加，表现出来它这种白啊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呢？这里是不是这里？重心在这里。身体就用不着了啊，身体你还要咋白呀？啊，已经白到一定程度了。然后就是什么了啊？就是我们的手啊，手这里需要给它小面积的提白啊，小面积的提白，什么它的亮部啊，是不是啊？这些都是的。我们这那个上节课啊的重点。
这提白只是过程啊，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加强它的对比。但是注意了，染的时候面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大一点。像这里，它外面是白，里面你这里就别白了啊，白了以后它的弱点，它的对比就降低了，是不是？所以就把这里稍微来一点。小细节也要注意处理啊。一步一步的啊，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最亮的地方啊和需要表达清楚的结构啊，表达清楚。像这边，指甲不要啊，指甲我们一会儿啊，用这个比较浓的这个白色给它表现出来。这个完了以后是这个，注意不要弱化它的什么呢？压盖关系啊，压盖关系一定注意，不要弱化掉。然后这个指头啊，这里就有压盖关系，所以这里稍微再来一点，加强它的指头和指头之间的对比。面积都是很小的，而且是从里面宽染出来的。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都是亮部，是不是？最后啊，这里边最亮的地方，给它稍微看，逐渐的给它匀一下。哎，这个关系就行了啊。其实拿曙红把这个角子呀稍微卡一下也行啊，但是我觉得有点对比太强了啊，稍微弱一点。看看啊，好了啊，染到这里啊，这我们这个整体啊，你看整体的感觉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什么呢啊，那么复杂啊，是不是？没有我想象那么复杂，就该染的也染出来了。你看这里稍微提一点啊，提一点白啊。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效果还是不错的。好，别的咱们再检查检查，没了。好，好，接下来我们想什么呢？啊，就要用珠子了啊，就开始染我们的那颗珠子了。这里有一点稍微的有点对比太弱了，需要给它加强一点啊。你看，再加亮部，再加亮一点点，就局部啊，你感觉大体情况。有点太弱的，就我们来给它加强啊，来给它加强。行。在染珠子的过程中啊的时候啊，注意了，我们这个头发啊，肯定不是这样的啊，头发肯定不是这样的。什么呢？首先啊，头发它太分散了，我们需要用淡墨啊，多次给它平涂。一遍一遍的给它染啊，让它的什么呢？让它的头发呀，整体感更强一些啊，整体感。所以要用到墨啊，而且这个墨不能太浓了啊，要最浓，不要超过中等偏淡啊，最浓不要超过中等偏淡。哎，我这层整墨色了。调个中等偏淡的墨。我这个因为教学目的啊，我就快一点了，因为这个教学时间太长了啊，也不对。中等偏淡的墨，你们就淡墨就好了啊，多涂慢慢调整，目的是不要把这个压盖关系啊模糊掉啊，模糊掉。什么意思呢？你就是别管它的压盖关系，你就给它平涂。我这是中等偏淡的墨啊。涂多次平涂，涂个3、5遍没关系。边涂一遍看看效果，涂一遍等它干了看看效果，看看它的效果是不是把我们这个遮挡，就是它中间的层次感啊，全部给它遮盖掉。现在是对比太强了啊，这个整体感不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比太强了，整体感不好，我们需要加强它的整体感，所以就是平涂。但是你这个涂的时候啊，注意了，边缘整齐一点，这就是个统分筒的概念。为什么不拿稍微浓一点的墨涂呢？不能呀，万一过了怎么办呀？啊，我们过了以后，你难道再分吗？再把这个层次给它分出来吗？所以注意了啊，不要超过中等偏浓。哎呦，这个纸呀是波浪起伏啊，不太顺手。这个大画，但凡一大了，它这个就不好控制。
大家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对，整体感啊。最后调整头发是什么呢？我就怕这个头发深了啊，这个头发一深呀，啊，很容易抢镜啊，很容易抢这个镜，因为你这个眉毛和头发都是一个深度，你这个头发一深了，眉毛也跟着深，眉毛一深了，眼睛也跟着深，眼睛一深了以后，周围这所有的皮肤的这些明暗，你都要跟着深，所有都要深下去，这样才整个画面才协调，才好看。对，所以你不要一上来就把这个头发染得特别的深啊，这样的话你后期啊就这个水平就上不来啊，是不是？这个美观度啊，这个就上不来。你就最后啊，哪怕就是涂的，最后就是涂的小心一点，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要求。你看我这涂了一遍啊，涂了一遍这就差不多了。你看涂了一遍就和我们这个下面的干的差不多了，我看啊干差不多了，和这个眉毛啊保持一致了，是不是？整体感也挺强啊。下面这里来点。你看，一定注意啊，这个不要抢镜啊，把这个主角给他沟通好啊，不要抢镜。再把眼珠子啊中间我再给它涂一下，再稍微加强一点点啊，加强一点点。这个我们这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再往下的话啊，还能深入啊，再往下还能深入，不深了啊，不深了，不能再深入了啊，再深入的话就过了。最后啊，我们来定一下啊，定一下这几个珠子，定一下这几个珠子，我们涂什么色？白色的还是红色的，还是黄色的，还是蓝色的啊？是不是？把这些涂出来。哎，把这些珠子啊，我们定完了以后啊，把它涂出来。拿个盘子吧，拿个大一点的盘子。注意了，用的是几个浓度的盘子啊？一个是三氯啊，一个是头青啊，三氯和头青为主。我们来染这个珠子啊，你就调的浓一点就行。还有白色和朱砂啊，还白色和朱砂。你有矿物质颜料就上啊，没有矿物质颜料你就我们这种普通颜料啊也行，我也就是普通颜料。三氯啊，三氯给它来一点。一个一个来啊，先来三氯的。刚才那个三氯啊，其实有点淡啊，有点淡，这就是浓一点，也不要过浓，比中有点水啊，比中有点水。哎，然后咱们找珠子。找珠子，我看看啊，珠子的话，黄的对比色是蓝的，红的，红的，绿的，红的。蓝的红的啊，上面没有这个绿色啥事儿了啊。我们来找下面的
啊，下面这个可以。你也不要过浓了啊，过浓了以后啊，它这个裱画的时候啊，它容易跑色，或者是你浓了以后啊，一定要学会什么呢？啊，一定要学会这个拿焦矾水给它固色。然后这两个红的、蓝的吧，然后这边是画这珠子的时候注意了，左右对称啊。不过你们画的时候可能就比我简单多了啊，我得动脑筋啊，你们不用动，你们照着画就行。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乐趣。是绿的。金镶玉啊，金子里面镶颗玉石啊，是很正常的。好，这里给它金镶玉。然后这个不对吧？啊，这个也是绿色的，两个绿色的啊，不能中间转个调整一下，红底。这一个就跟我们这个玩这个什么游戏似的啊，玩这个，我看看啊。因为我玩这个消消乐一样啊，越往后越少啊，是不是？画完一个颜色，你越往后画的越快。这种。哎，我看行了啊，我看这个就可以了。接下来啊，绿的染完了以后啊，我们该染蓝的了啊。
这绿的先收了它。最后染白的啊，最后染白的。蓝色的就是头青，换一种头青，偏蓝的头青。头青也分很多种，不同厂子产的啊，这个头青啊，顾客老师还告诉你，还真不一样。颜色略有差别。这个你从上面染，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啊，不应该掩饰。为什么不应该掩饰呢？这个红的白的，红的白的，这个蓝的，太简单了呀！这个你们用又用不着。设计跟着画就行了。看涂的时候注意了，边缘一定要注意变整齐，把这个笔尖竖起来。你看我涂的时候都异常的小心啊，异常的小心。这里蓝色，连手也要注意了，小心啊！这画到最后，你别最后因为一个小失误，整个画就砸了。我有些时候啊，画到最后这个收官阶段啊，战战兢兢的，这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心态是很正常的。这里。你前期有多认真啊？多付出了多少？你前期付出了有多少心血？你现在就有多小心。这个珠子啊，其实后期我还能画一个那个什么画高光啊，但是我估摸着啊，这个高光就算了吧啊，高光就算了吧。珠子太多了啊，太复杂了，没几颗珠子还能画一画。以前有一个基础课啊，就是那个佛手莲花，那里面教了高光啊。如果有想学的，你自己去看那节课去啊。这边就开始设计了啊，这就开始设计了，它是什么色的啊？它是什么色的？白色的还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这个也给它用蓝色的吧表示。
后这里一下。这个白色的，红色的，剩下的都是红色的和白色的啊。你看这点完了就漂亮了啊，是不是？点完了就漂亮。这里边给它点成蓝色的吧。哎呦，这不敢点了，这都没干呢啊，没干呢。这两个点成蓝色的。好了啊，白色的完了啊，蓝色的完了，我看看，下面该红色了啊，红色就比较，红色和白色，红色就是猪标呗啊，朱砂啊，朱砂，没有朱砂就是猪标加属红啊。太浓了，一点水也没有。你们点圈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像我这样啊，谨慎、小心且谨慎的来点啊，小心且谨慎的来点。浓一点都没关系，这些珠嘛啊，它是你。啊，不圆的话，拿我们这个笔给它，因为颜色够浓嘛，我们给它修圆了。遮挡关系不用考虑啊，遮挡关系不用考虑，考虑准确度就行了。尤其是脸上这两颗。稍微大一点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像这里，前面我们都没管它，是不是？现在，尤其是这两颗啊，一定慎重，涂错了就没法挽回了啊！这个就不是说，老师你看我这怎么办？没办法啊，涂错了就是没办法了，所以慎重。这全部都是实色啊，全部都是实色。你看这颗。
边上这来一颗。涂完珠子，你再考虑啊，你再考虑什么呢？啊，再考虑这些有一些偏淡的，你可以给它加深，是不是？再考虑整体。然后啊，这个珠子，看这里一颗。一颗大红珠子。好了，同学们啊，这个填珠子啊，这基本就填完了啊。大家来看一看，整体啊，我该跳就跳过了。在最后啊，我们基本来说啊，就画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最后啊，注意了，用这个淡淡的珠标啊，我们顺着它的边缘啊，给它勾一下线啊，把它的脸啊、鼻子啊这些勾一下线，复勾一下，把这个3道啊给它勾一下，把手的线条一勾，哎，把戒指一倒染，这个戒指啊，我们上节课已经教了，一倒染，最后用这个稍浓一点的曙红，把我们这个花头的这个尖端啊，钉头鼠尾啊，给它简单的勾一下，一小节儿，然后这里点一点花蕊啊，就完成了。本来是录了的啊，没录上，可能这个设备出点问题，不过这都是小问题啊，小问题。然后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用这个淡的珠标或者是胭脂啊，我们顺着这个反叶啊，给它把反叶的这里啊，把反叶的边缘给它复勾一下，叶颈复勾一下，然后中等浓度的这个曙红，就跟画这个莲头的荷花的这个尖端啊一样，给它从根部往尖端啊稍微勾那么一点，钉头鼠尾逐渐变细，逐渐没有。基本也就这些了啊，基本也就这些，其实也没多少了。把这些一勾完，最后拿浓一点的白色，瞳孔右上角啊，瞳孔右上角45度，轻轻的点一下啊。记住这里要提白啊，这里要提白，提白的时候要给它简单的进行倒染，不要平涂，这是倒染，因为它有遮挡关系。你们好好看看那个，好好看看它那个效果图啊，效果图，这里的这个白色就不要涂了。这里的白色的珠子，你跟后面都是白色，是不是？它也不是个主要的角色啊，你就给它不要涂，直接就这样就行了。好了，同学们，那我们今天这幅人物啊，工笔人物半身像就完成了啊，就完成了。希望同学们喜欢。你看画到最后啊，你看我这个纸还是抽抽了啊，还是抽抽了，是不是？你看抽抽的还挺厉害。如果你们想裱啊，像这个涂完色以后啊，想裱的话，一定要注意把这些浓色，比如白色的地方、朱砂的地方啊，头绿头青很浓的地方，你拿淡淡的这个胶反水啊，笔中啊淡胶反水，然后笔中特别少啊，稍微干一点点，也不要太湿，也不要太干，轻轻点一下啊，点一下，不要点的太多，把这些顾一下色，顾完色以后让它自然干，自然干了以后。再怎么样，再给它刷，再给它刷这个什么呢？啊，再给它刷这个，刷这个，再让它去裱画啊，裱画的时候它要刷水嘛，这样你就不会跑色了啊，是不是？啊，像这些比较浓的地方啊，背景啊，你也可以拿胶反水给它淡胶反水涂一下色，给它顾个色，要不然这个裱画师傅一刷啊，你这些实色都跑出来了。还有，尤其是这个头发，注意了啊，头发后期要用中等偏淡的。墨啊，给它平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和这个眉毛的这个和眼睛啊，眉毛的这个要深度啊要基本一致啊。好了，那我们这节课就到此为止，我们同学们再见。